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 KO SHF 芝顿就厉害了，它不仅可以还原咒初代时候的造型，而且还可以通过换头来实现发射照度火球时候的造型。可以看到它的包装间是牛皮纸盒，不过并不是太裸场的，因为它做了一个头雕的剪影。它之所以不直接用Bandai的包装图案，并不是因为避规版权，而是单纯的因为没有办法可抄，Bandai没有出过这个版本。可以看到盒子里面一共是有1成半的内容物，其中上层除了主体之外的内容是Bandai1照度火球的回限定版本，而下层稀疏的内容物则是Bandai最开始的通话版本。这盒包含了2个版本，而 KO 之前出过这2个版本，所以说为了区分开呢，只能是这样包装了。另外Bandai还有一个60周年战锤版本。KO 这次之所以没有融合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刚出货呢，Bandai也接着宣布的出这个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，左肩膀有断层，胳膊轴上面有 H 型的横模线，很明显这个和我2年之前评测的出版的是同一套模具。前2次再版都惨不忍睹，这次还能看，说明是换了一个新厂做的。本期的芝顿由多多上小玩家魔玩提供，出版芝顿毕竟是最畅销的 KO 怪兽嘛，所以说它的开模是没啥问题的。该有的小细节都有还原出来，不过肯定设计要比Bandai的要糙很多，这也就更符合大家口中的昭和质感。比起出版可以看到头部的透明件呢，这次是合拢了，没有缝隙了。替换头和原头比呢是通模，只不过是在透明件旁边加了一圈红色的界面色，不过 KO 只是在透明件底下比较明显，而两边的几乎看不到。这个的透明件也没有缝隙，看来是常规操作了。对比一下火球脸的透明件是颜色更深一些。我日常中奖嘛，可以看到我一个是左边，一个是右边，透明件里面有胶水溢出痕迹。给你2个头的话，就是给你2次不中奖的机会，可惜我都没有把握住。替换的话直接硬拔就行了。可以看到它头里面呢是一个半圆形的桩，很粗，所以插拔替换是很丝滑的，而且呢插得很牢固，不会碰掉。不过火球版的配色除了头部之外，它的肩膀以及胸口的三角形呢也都是用的红色界面色，这个有种戛然而止的感觉。胸口的透明件界面色有还原出来，不过深色和浅色的颜色都是偏浅。正常来讲，它的发色应该是和头部的一样，而头部的应该是和胸口的一样，它这2处的发色是做反了。而胸口的透明件不和头部一样是分件，而整个的胸就是一个透明件，然后做了黑色的遮盖。可以看到最底下边缘处呢是没有涂够，露出来底下的透明件了。前面还有一块衬色，问题不大，我们直接拿黑色的马克笔给它涂一下就完事儿了。四肢部分以白色为主，造型看着像是堆堆袜似的，之前吐槽过嘛。胳膊的外侧还有黑色的皮质细节，区别于胳膊腿部的是大腿是外侧，小腿是内侧有这个装甲细节。比起出版这次的白色效果是进步很大，可以看到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色差，也就是在胯部里面的这个白色防穿帮关节呢，可以看到是偏白偏亮一些。背部的话，四肢和正面一样，后脑勺是纯黑色的，而背部呢有很多这些银色的点点凸起，银色的涂装都是涂的比细节要大不少。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保证不会涂，但是这细节会放大呀。如果和前面一样选择用黑色的马克笔遮盖的话也行，就是太麻烦了，一会儿修复的时候再讲吧。可动幅度的话没什么可多说的，毕竟和出版是同一套模具嘛。不过我的胯部中奖了，可以看到右侧踢没问题，而左侧踢呢只有45度，差了不少。看过我出版评测的都知道嘛，它这里是有下拉关节的，可以看到我这两边呢都是拉不动的，而左右大腿根的缝隙呢都是挺大，通模是不可能阉割下拉关节的，所以我这里就是中奖被胶水沾上了嘛，我们泡1分钟的开水，然后再拿出来给它大力出奇迹掰开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正常的话胯部彻底两面都是能够70度的，而这是关节的话，右肩膀以及左胯呢是挺松的，左胳膊肘的曲轴可动也是有一些偏松，其他地方倒还好。胳膊肘毕竟不是松的毫无阻尼感可言嘛，所以说直接用关节加固笔或者是丙烯涂一下就行了。而它的肩膀和胯部呢都是球形关节连接的，所以说只需要把它的球形关节呢给涂一层胶水加厚一层，等胶水干了之后再涂丙烯或者是加固笔就行了。配件的话，火球之盾的有一个1照度火球的特效以及连接它的支架。火球是透明件，可以看到顶部是黄白的界面色，再往下呢是越来越橙，中间细节最丰富的地方感觉有点偏实色了。在火球中间有一个洞，直接插在支架上就行了。而普通之盾的配件首先是一个空手接初代光线的特效件，这个是可以和普通 SHF 的初代相搭配的。你想用真骨雕初代也行，不过他们2个特效件呢不能够连在一起，会有断层感。然后是一个攻击特效，和上一个的特效件是一样的质感和涂装。安装这2个特效件都需要把双手给替换下来。可以看到这次手腕关节也修复了，是牢牢的固定在手腕里面的，而且替换插拔呢是相当的丝滑。关于修复的话，前面已经讲过一半了嘛，背后我们还是把它重涂一遍吧，因为我感觉原来的银色太亮了不喜欢，所以说我重涂成了不锈钢色，感觉质感比右边原来的要好了不少。四肢黑色的边缘处呢，记得给它也补一下色。火球头漏掉的界面色我们用袖中色给它涂一下。Bandai60周年的那个塑胶效果感觉太刻意了不喜欢，所以说给它重涂成沙色吧。这里我偷懒了，直接用棉棒插了一层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个牛皮纸和滋润的情况了。不过为了避免有歧义，所以说我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，叫做双头怪龙滋顿。总之这款比起最好的出版呢是修复了不少，但是关节要松了一些。